所以這個頭的結論很明確：手機、平板、輕薄版、動態負載可以用，體積和價格都有優勢。如果你要長期壓100瓦筆記本，或者是追求低文波表現，它就不適合你。各位朋友，大家好啊！貝斯家的產品我測的很少，你們一直想看，剛好他家上市了一款非常激進的單 C 口充電器，是把100瓦塞進了一個非常小的體積裡。官方甚至打出了 1.5 瓦每立方厘米的功率密度，這個數字放在100瓦充電器裡面已經很有看點了。但充電器這種東西，參數寫的再漂亮，最終還要回到實測。100瓦能不能穩住？溫度壓不壓得住？協議兼容怎麼樣？文波表現怎麼樣？所以咱們老規矩啊，先做測試篇，先把數據把它跑一遍，因為測試的目的就是為了了解它。先來看它的包裝盒，黃色的底色，正面白色，充電器的实拍圖片，我這個是白色的啊，100瓦單 C 口，貝斯的 logo， 背面是充電場景圖片和規格信息。打開包裝盒，拿出內部的充電器，快速指南一本，還有貼紙啊，這個是個性化充電器用的。塑料的卡座，充電器裝在一個環保袋子裡面，這個是充電頭本體，實在是不敢想象啊，100瓦做到這個體積了。如果它的性能很強的話，這款充電器確實是功率密度最高的100瓦了啊。大家看一下，這個是蘋果的70瓦，這個是貝斯的100瓦。充電頭連包装盒一起重量133克，單充電頭僅106克。充電頭的寬度36毫米，這一邊的寬度也是36毫米，高度為48毫米，連插腳高度64毫米，折疊插腳為新國標的。充電器正面貝斯的英文 logo， 充電口這一面閃電充電標識，充電口內部舌片黃色，100瓦氮化鎵英文 logo。充電器邊角都做了圓弧處理，拿在手上很圓潤的，就跟一個雞蛋大小差不多吧。咱們還是老規矩啊，先看規格信息，再來看它的快充協議支持的情況。產品名稱充電器，產品型號101243，輸入規格200至240伏，這個是不支持110伏地區的啊。輸出規格最高功率20伏5安100瓦，深圳市貝斯科技有限公司，中國製造。下面是 SN 碼，這下面則是認證信息：非熱帶地區使用，3C 認證，雙路絕緣，海拔小於2000米使用，循環10年，室內使用。3C 認證信息咱們放在屏幕上，有需要的可以截圖。我們現在來看一下這個充電口所支持的快充協議的情況啊。裡面快充協議有融合快充 2.0 44瓦，高通 QC 3.0 快充協議，三星的 AFC 快充協議，傳音的 TFCP 快充協議， PD 3.2 100瓦， PD 3.2 點進去固定檔位5個，最高20伏5安100瓦， PBS 5至21伏5安，還有 AVS 9至20伏3安5安，這個是占未來的，目前沒有用武之地。DCP Apple 2.4 兩個基礎協議，可以看到這個協議裡面是沒有 SCP 和 FCP 兩個華為的快充協議，它的兼容性會怎麼樣？直接用手機實測它的快充兼容性。首先我们來看米家的手機啊，顯示快速充電，沒有開啟 PBS 快充，走的是 PD 固定檔位，最高功率在4-5瓦左右。我們再來看華為榮耀手機啊，沒有 SCP。華為的話，功率是起不來的，這就是為榮耀的100瓦 PBS 在讓路啊。我們再來看榮耀手機，啟動 Max 100瓦，而且極速充電也可以開啟，功率肯定是沒問題的啊。我們後面直接採集充電數據。我們再來看一下藍廠的設備能不能開啟100瓦 PBS。vivo 的閃充已經開啟了，電壓已經走到了17-8伏，100瓦的 PBS 也是能啟動的。因為咱們的手機電有66，所以說功率暫時起不來。我們後面直接採集數據。綠廠系的手機更加不用說了啊，因為它有融合快充，超級閃充開啟，起始功率可以走到26瓦。我們待會兒也要採集數據啊。三星手機同樣可以開啟快充 2.0， 這個也是沒有問題的啊。新款的三星真實功率可以跑到30多瓦的樣子。這個小體積100瓦，咱們不管它廣告是怎麼吹，在我這裡我們只看它的實測數據。我們先採集榮耀100瓦 PBS 的充電數據。這部手機還是剛剛充開機啊，我們待會兒直接看充電曲線。這部手機的0到100的曲線已經採完了。手機充開機以後，最高的峰值功率漲到75瓦左右，這個只持續了1分鐘時間。後面是68瓦，持續了30秒；52瓦持續了40秒，然後再降到38瓦的功率，然後調整功率。後面是34瓦，充了3分多鐘時間，25瓦到26瓦的功率，
一共持續了31分鐘，然後逐漸的下降功率，直到充滿電。這個手機從0到100，一共花了48分鐘，就是因為後面20多瓦的功率持續的時間太長了。給這部榮耀手機充電，這個充電器殼體溫度最高是45攝氏度左右，測試的時候咱們室內溫度24度左右。這部藍廠的 PPS 充電曲線，它是從10%的電量左右開始充電的。現在充電已完成，我們來看充電曲線圖。這一個70到75瓦的功率，一共持續了4分半鐘時間。這個高功率時間持續的很長。後面就是最低功率是36瓦，最高功率的時候是53瓦，一共充了24分鐘，充到95%，電壓變為9伏，然後逐漸的下降功率，直到充滿電。這個手機從10%到100%，只花了37分鐘，這個充電速度還是沒問題，很快的。給這個手機充電，充電器殼體的溫度是48度左右，測試的時候咱們室內溫度25度左右。這裡要說明一下啊，新來的粉絲可能不知道，我這裡採集數據用的手機啊，全部都是新手機。有時候33瓦的 PPS 找不到手機的時候，我就會用這個小米，內部的電池也是換了原裝電池的。我們現在採集中功率，它的充電曲線，首先是 PPS 33瓦或者是融合快充啊。這部綠廠手機目前是14個電，這部綠廠手機充電已完成。我們來看充電曲線圖，前面16分鐘25.6瓦的功率。後面是23瓦的功率，一共持續了42分鐘，充到85%，逐漸的下降功率，充到95%，轉為5伏的基礎功率進行涓流充電。這個手機從14%充到100%，一共花了1小時22分鐘。這個速度快不快？大家說了算啊！充電的時候，這個殼體溫度最高的時候是45攝氏度，咱們室內溫度26度左右。細心的老鐵應該看出來了啊！剛才綠廠的手機充電，咱們是換了線的。這個充電器對於綠廠的手機來說，它有點挑線。我們現在採集蘋果的充電曲線了，走的標不標準，我們拭目以待。這部蘋果手機已經充到80個電了，我們來看充電曲線圖啊，整體曲線走的還算是標準吧。第一階段持續了接近10分鐘，28瓦的功率，但是第二階段它只有18瓦啊，持續了14分鐘時間。第三階段15瓦功率，持續7分鐘。最後9瓦的功率持續了5分鐘時間，然後就轉為5伏的基礎功率進行涓流充電，從6%充到80%，一共花了53分鐘。給蘋果手機充電，這個充電器的最高溫度只有39攝氏度，測試的時候我們室內溫度25度左右。這個充電器從前面的4個充電曲線圖來看，它應付手機充電是沒有問題的。大家都知道，手機充電它的瞬態的峰值功率只有那麼幾分鐘時間。現在我們就是對它做負載烤機，充電器類的烤機我都是以40分鐘為基準，能過40分鐘就證明這個充電器應付100瓦的筆記本也是沒有問題的。大家看一下這個儀表啊，現在功率已經停了。我們來看充電曲線圖，100瓦的功率，真實功率是96瓦。持續了34分鐘，它就關閉了功率輸出。採集線採集到它殼體的溫度在70攝氏度左右，然後我用熱像儀來輻射它的溫度，也是70度左右。剛剛的100瓦我又進行了第二次測試，我們來看充電曲線圖。這一次的100瓦只運行了31分鐘就關斷了輸出啊，因為這個充電器殼體的溫度已經過了70攝氏度，熱像儀採集到它也是這個溫度啊。證明這個充電器它的溫控閾值70度左右，但是65瓦的功率輸出，大家看一下這個電流表，它一直是穩定的輸出的。充電曲線圖也可以看出來，真實功率63瓦左右，一直持續輸出了2個小時。溫度曲線拉平直了，我基本上就可以停了啊。表面溫度一直在62、3度在徘徊啊。同時热像儀檢測到溫度也是差不多的63度左右，證明這個充電器長期穩定的輸出功率是65瓦。大家可以把它的100瓦看成是超频能力。我們现在要做的就是对这个充電器的2個專業數據做一個測試，一個是轉換效率，一個就是交流紋波。因為它的規格信息裡面已經寫了，它僅支持200至240伏，現在是220伏50赫茲的狀態下，它的待機功耗經過10幾分鐘測試，這個數值很漂亮啊，0.09瓦。15瓦功率的時候，220伏輸出18.4瓦，這邊直流輸出15.2瓦，折算轉換效率83%。27瓦功率的時候，220伏輸出30.9瓦，這邊直流輸出27.1瓦，折算轉換效率88%。36瓦功率的時候，220伏輸出40.3瓦，這邊直流輸出36.1瓦，折算轉換效率90%。45瓦功率的時候，220伏輸出49.7瓦，這邊直流輸出45瓦，折算轉換效率91%。65瓦功率的時候，220伏輸出69.7瓦，這邊直流輸出63.4瓦，折算轉換效率91%。現在是100瓦最高功率的時候
220伏輸出 107.6 瓦，這邊直流輸出 97.5 瓦，折扇轉換效率也是 91%， 這個轉換效率做得很不錯了啊。我們現在來測試它的文波情況，看它控制的怎麼樣。15瓦功率的時候，文波最高 192.4 毫伏，平均文波187毫伏左右。27瓦功率，文波最高的時候是176毫伏，平均文波171毫伏左右。36瓦功率，文波最高的时候是 161.6 毫伏，平均文波157毫伏左右。45瓦功率，文波最高的时候是 161.6 毫伏，平均文波155毫伏左右。60瓦功率的时候，文波最高 193.4 毫伏，平均文波188毫伏左右。100瓦文波最高的时候 143.2 毫伏，平均文波137.7毫伏左右。兄弟们，按照我的测試標準來看，這顆貝斯充電器它不算極致的低文波，大部分的功率點落在推薦區的一般檔，但它的波形非常穩啊，最大值和平均值差值基本上都是個位數，還有就是100瓦的滿載檔達到合格的水平，所以它的文波不算頂級，但輸出穩定性還是不錯的，全功率段都在推薦區內。這個貝斯小個子充電器測完後啊，我對它的定位會更保守一點。它確實很小，106克的重量，36×36×48毫米的體積，塞進這個單 C 口100瓦的輸出，功率密度確實做得非常激進。再加上89元的價格，第一眼看上去非常有衝擊力啊。但是經過完整測試以後，我更願意把它看成一顆65瓦級別的超小體積充電器。它的100瓦是額外帶有短時100瓦的爆發能力。因為它在100瓦應付載烤機裡2次分別只跑了34和31分鐘就關斷了，殼體溫度也到了70度左右，這說明它確實能拉到100瓦，但長期硬扛100瓦，熱平衡還是撐不住的。兼容性方面，它對榮耀、vivo、OPPO 這些機型表現都不錯，手機高功率和中功率曲線都能夠跑出來，蘋果16 Plus 也能正常跑4個階段。不過小米這邊 PPS 沒有兼容上啊，這點算是小遺憾。所以它不能叫安卓全品牌通吃，效率表現還可以，待機功耗很亮眼 0.09 瓦，峰值效率 91%， 平均效率 89%， 這個成績也很不錯。文波這邊全功率段都在我的推薦區內，100瓦滿載能到合格檔，而且波形穩定性還是不錯的，但多數功率點還是落在了一般檔位，對文波表現有潔癖的朋友們肯定會覺得它不夠漂亮。所以這個頭的結論很明確，手機、平板、輕薄版、動態負載可以用，體積和價格都有優勢。如果你要長期壓100瓦筆記本，或者是追求低文波表現，它就不適合你。測試為了了解，才是為真相，認真車載客觀輸出。我是離火車載，非常感謝各位兄弟們一直來的支持和鼓勵，有你們的陪伴，才有我一直踩下去的動力。這期視頻謝謝大家觀看，咱們下期視頻再見。